他们并没有针对中华民国的国庆，他们针对的是赖清德是台独分子的谈话。共军现在正在发动联合利剑 2024B， 我们的反应好像很冷淡，就台湾社会大部分人就觉得就笑笑，不然怎么办？A 跟 B 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我非不能也，我不为也。那你还想要这样子胡搅蛮缠吗？他当然也不只给台湾看啊，他给全世界看啊。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，随着中国大陆的国力一直不断的增强，我认为台湾的民意也会开始出现转变。赖清德现在的行为是一种渣男兼恶男行为。是啊，赖清德在国庆谈话有所收敛，就表示他是怕的嘛。他不怕，他早就宣布台独了，台湾国万岁了。他怕不怕？他怕。他是怕美国把把，还是怕老共？不，美国的背后就是老共啊！美国就是不希望踩老共的红线，美国就是不能够经得起老共翻脸。那既然这样，你更不要用台独来扣我们帽子，你也不要再用台独来制造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的矛盾对立。你敢，那我佩服你；你不敢，那就算了吧。所以为什么不大家开诚布公的面对现实，好好的来处理两岸关系呢？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共军现在正在发动联合利剑 2024B。 其实从520以来共军的活动强度跟整个对台湾的相关演训，光从累计数据来看，就远远大于蔡英文同期。可是我们的国防部呢，因为现在可能受到某些压力吧，反正就各种讯息也不是很透明啊。这个时间点发动 2024B， 我们的反应好像很冷淡，就台湾社会大部分人就觉得就笑笑，不然怎么办？我想当然是针对赖清德的国庆谈话。事实上老共自己发布的正式的谈话也是就是说是针对台独嘛，但是没有选在国庆日当天，也没有选在国庆日隔天。我相信他基本上还是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说他并不针对中华民国的国庆。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尊重还是空间，他们还是有保留的。那赖清德的谈话呢，虽然民进党觉得我们已经释出很大的善意了，我们已经很乖了，但为什么老公不领情呢？他老公为什么要领情呢？是吧？因为你在520的谈话这么的强硬，这么的超过，虽然呢不到半年你就收回去了，你收回去也是在美国的压力底下。全世界谁不知道你口是心非？全世界谁不知道你是不甘不愿讲的呢？而且你讲的你也讲了一半，对不对？你也口口声声中国台湾中国台湾的，你骨子里不就是一中的一台吗？所以对于一个长年以来宣称自己是台独政治工作者，你不会因为一次两次的谈话老公就信了。那老公是昨天出生的，他当然知道你整个民进党，而且不是只有赖清德，骨子里面你就是阳奉阴违嘛。所以他也知道在美国的压力底下，赖清德必须某个程度的配合演出。但是才一次的谈话算什么呢？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态度还是要有的，否则的话中国大陆不被人家笑了吗？你这样就信啊，对不对？这被当塑胶的。而且你今年的国庆这样讲，那你明年呢？明年的元旦谈话会不会改呢？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了之后，你会不会又换了一副嘴脸呢？陈水扁上任的时候还4不1没有呢，他撑多久？不是马上就一边一国了吗？如果老公因为这样就眉开眼笑，那太好哄了吧，这也太好骗了吧。所以当然不可能这样子就买单嘛。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他就上演 B 了嘛。那上演 B 呢，其实他也不遮也不掩，那个蛋不就把你台湾圈起来了吗？对，那意思跟 A 跟 B 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说我非不能也，我不为也。我整个告诉你，我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头包围整个台海。军事上的意涵是什么？大家一清二楚。我也不怕你看，我就是要你全世界看到，但我不动手。整个带弹的意思就是我已经 ready 了。那你呢？你还想要这样子胡搅蛮缠吗？你还想要踩红线吗？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所展现的就是说我的能力，第二个我的自治，第三个条件是什么，红线在哪里，我也讲得一清二楚。我并不是一个喜怒无常，我并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一个对手，我的底线我的态度我都跟你讲得非常清楚，而且我一而再再而三讲，我就是怕你不清楚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老公不想战，但你不要逼我，不就这个意思吗？那你也不要小看我。所以老公怕你胡搞瞎搞，他当然也不只给台湾看啊，他给全世界看啊，他也给老美看，他给日本看。我觉得这是中国大陆，他也展现了他高度的自治的能力。今天民进党在讲这些，就显得非常的软弱、苍白无力。你认为老百姓的眼睛是怎么样？而某个程度来讲啦，我觉得赖清德在国庆谈话有所收敛，就表示他是怕的嘛。他不怕，他
早就宣布台独了，台湾共和国，台湾国万岁了。他演什么？他怕不怕？他怕。他是怕美国把还是怕老共？不，美国的背后就是老共啊，不是吗？美国就是不希望踩老共的红线，美国就是不能够经得起老共翻脸嘛。对，所以美国来跟赖清德讲，赖清德怕不怕？美国跟陈水扁讲，陈水扁怕不怕？美国跟蔡英文讲，蔡英文怕不怕？否则的话，为什么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到蔡英文到赖清德，没有人敢讲台独？赖清德就直接挑白了讲，选前的时候就告诉你们，台独已经是假议题了，还在那边自嗨什么呢？所以这一次国庆的谈话不在于赖清德心里面相信什么，他相信什么不重要，他不敢说不敢做比较重要啊。那既然这样，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那既然这样，你更不要用台独来扣我们帽子，你也不要再用台独来制造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的矛盾对立，不是吗？有意义吗？他就喜欢这样吗？不是无聊吗？是啊，这就是民进党害台湾害人不浅的最主要的原因嘛。你敢，那我佩服你；你不敢，那就算了吧。所以为什么不大家开诚布公的面对现实，然后好好的来处理两岸关系呢？你做了半天也不过就是想要民进党的支持者让他们来仇恨国民党，你根本拿老共，你根本拿北京一点皮条都没有啊！你说你有美国撑腰，你说你有全世界撑腰，撑哪的腰啦？你连一个国庆谈话你都要看对方脸色，你有尊严吗？你没有嘛！美国什么时候要帮你加入联合国？美国连跟你复交都不敢。你根本都没有外交关系，美国的后院那几个小老弟都不听美国的了，我们连中南美洲的邦交都留不住了，你还不去面对现实吗？所以其实赖清德现在的行为就是一种渣男兼恶男行为。是啊，现在不是怕中国大陆超过台湾好吗？现在是美国怕中国大陆超过美国。对，所以台湾还在干嘛呢？这是你要面对现实嘛。的确啦，台湾最大的问题就在民进党的支持者，不管民进党说什么样的渣话，不管民进党说什么样的谎言，一而再再而三，一次又一次的被戳破，他们都还这样子不离不弃啊。人就是这样子嘛，看到中国大陆的生活素质、生活品质、生活水准已经跟台湾不相上下，甚至于有些地方都超越台湾，人心是会变的。当中国大陆端得出来上得了舞台的时候，甚至于当美国跟欧洲不再这么令人羡慕的时候，当中国大陆甚至于有文化霸权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会有非常大的穿透力的。那这种东西我就不再是硬实力了，当中国大陆也有很强大的软实力的时候，我认为台湾的民意也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开始出现非常重大的转变。你会在国际舞台上面，当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吃瘪，当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的时候，其实也会影响台湾内部台湾人民的思维，因为毕竟台湾人民并不是一个完全看不到国际社会变化的一群人，我觉得长脑的人还是挺多的啦。只是大部分平常都不用探及啊。